各位朋友，港独影帝黄秋生又出了大丑了。大家都知道啊，黄秋生是个港独，然后呢，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以后呢，他在香港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于是跑到台湾找这个台独去要饭去了。独子找犊子嘛他最近又出啥丑了呢？就是中国呀，有一个旅游的网红去这个欧洲旅游，拍了一下英国地铁的视频。英国地铁是脏乱差嘛，欧洲就是一个完犊子的地方。在几年前，我的老粉丝都知道，我预言欧洲很快就变成欧罗巴斯坦，马上就完球蛋。欧洲，我告诉你这个不了解的不知道，欧洲现在是这个世界上规矩最多、最不自由的地方，你还别真不信，而且是最落后的。在中国现在的这些这个出国旅游的人眼里边看起来，欧洲就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我说这个一点儿都不夸张朋友们。我给大伙说，这个最近呢有一个事儿有一个中国的网友到德国去拍片去了，他带着一个小的一个大疆无人机他放了个无人机，结果呢马上旁边过来一辆警车俩警察一男一女就把他给摁下了，说你这个违规了吧。那个你别说，那中国网友还挺懂法，他又办了欧盟的无人机飞手证，你没听错这个欧洲飞无人机要有执照的，而且呢给无人机还买了保险，而且还获得了飞行许可，你按说没啥可说的了吧。德国的这俩警察说不行既然我发现你们了，我们这个事儿已经上报给警察局了，然后呢跟他交涉了大概1个小时，然后跟他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选择你给我把这个罚款预交上。什么叫预交就是说我这个事儿上边如果批你手续齐全没事儿这钱我就原地退给你，如果是罚款有事儿，那我就收你的罚款。那中国的网友说那多少钱说3000欧元吧。那中国网友说你穷疯了呀哪有这么多呀。那个警察说不行你就得交3000。结果呢带着他去这个 ATM 取款机取款。那个中国网友说那我转账不行，我们罚款不收那个转账，我们只能收现金这中国网友以为遇到了一个假警察是打劫的呢。结果呢在 ATM 那儿，因为取款取现金在德国他取了大概是400欧，然后呢就直接给他限额了。欧洲连现金都取不出来，知道吗那怎么办这实在说你看你们国家规定的，我实在是取不出来这个3000欧元那警察又等了那半小时，一看呢这警察也觉得那个饿了吧，到点了吧，说他400就400，你先把这400给我交上，我带你去警察局办手续去。那个中国网友跟他到了那个德国的一个警察局，还不是一乡下的，还是一城市里的警察局。这中国网友都惊了，为什么呢？整个偌大的警察局里边就一台那个都泛黄了的几十年前的日本的空调，而且那个空调早就坏了，根本开不了，外边30-40度，警察局里40-50度。那德国警察一个个的都那个穿着制服，那个捂得严严实实的，一个个直冒白毛汗，你就想想那个德国警察局的那个味道吧。那中国的网友说差点没把我给熏晕过去。然后呢最那个魔幻的来了，德国这个城市的警察局里边没有网络，他们办公不用上网，人家上内网。然后呢手机信号一进警察局里边也没有了，因为可能是覆盖的基站少，他们在里边打电话用有线电话，把中国网友都给看傻了。然后往那一坐然后呢那个女警察给他办那个手续，让他填一个，我的天
巨老长的表格，那个表格，那个中国网友说，那个女警察吭哧瘪肚子跟他填了1个半小时才填完。这中国网友出来以后啊，就感慨啊，这德国现在怎么能变成这样了？这成了一个他家的黑暗的中世纪了啊！这是个题外话啊，咱就说。这中国的这个位女网红到伦敦去旅游，看到了伦敦地铁上的那个卫生状况，她就吐槽，发了一视频。到了伦敦，车厢这么空，但是呢，我们又不坐呢，因为我黑的，这小孩子也是，这里。当都这么脏的时候，哇！当都这么脏的时候，你突然有一个这种干净的，就觉得有点不敢靠近吗？膝盖，你说上面沾过什么东西，让别人特别的对他进行了清理呢？扶着，这还只有洗手，坐下，裤子也是。地铁开了一半也停了。都开了一半就不能开了，全部堵在那个地方了。今天又是哪个站台他说 signal 有问题，又不能开了。大英帝国，朋友们，大英帝国呢。朋友们，我一辈子没想到过我会被香港影帝叫做土包子，我更没有想到过发了这个视频以后，我竟然上了热搜第1。很多人都在催更，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后续的情况。先前情提要一下，本人以前是英国留子，在英国工作，现在我是在国内工作生活的，但我每一年还是会有机会会去看看我的朋友啊，顺便去度个假。那今年我去英国的时候，发现坐的地铁格外的脏，因为我是做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有很多带去英国的留学生想看看外面的情况，提前示意一下，我就客观的拍摄下来了我当时所处的那条地铁的情况，就是比较脏，然后就被香港影帝留下了这2条评论。那我后续就发布了这么一条视频，因为我认为穷人也可以坐干净地铁。那么现在给大家跟进一下现在的进展，包括我想说的一些话。第一点，有朋友说港媒一定会跟进报道的，是的，港媒已经跟进报道了，而且标题基本属实啊，也比较客观。评论区很多香港的网友呢，也是认为他这种行为可能不太可取。暂时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进展，如果有其他进展，大家可以告诉我。第二点呢，是我在评论区的网友的截图里面看到，这位影帝昨天晚上跟一些网友对完线了以后，就已经把恶评自行删除，他自己的评论区也关闭的状况了。当然了，我也收到了一些来自其他人的攻击，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忽视，不重要。因为我想大家知道，从头到尾我没有提到他名字，我也呼吁大家不要提他名字的原因就是，虽然他留了恶评，但我们不需要做一样的事。当然，我也呼吁大家就事论事，不要攻击或者留恶评，特别是不要因为他而伤害到我们同胞的感情。因为呢，毕竟有很多香港的人，他也是对这个行为表示不支持。毕竟香港地铁是全世界标杆级别的存在，当他们人人都能享受干净准时的地铁的时候，就让他本人的那一种想法变得非常的 doesn't make sense。大家要记住，他的想法和行为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代表其他人。第三点，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是，对于其他国家，我们一定要保持平视、客观和开放的心态。英国的地铁，我们实话实说，也有伊丽莎白线是干净的、是舒适的、有网的、有空调的，而且也是有港铁运营的。其他的线是的，比较老化，也确实是他们之前辉煌过的证明。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在它票价年年上涨、盈利年年上涨的时候，它还是不干净、不整洁、不准时、没有信号、没有空调。那不管是游客或者留学生，他本地人也是会觉得体验感不佳的。但这只是地铁，对吗？它不能代表英国其他的地方没有可取之处。毕竟哈利波特、福尔摩斯我很喜欢，英国的戏剧更是非常有名。我本人在英国居住的时候也受到过很多的帮助。大家一定要记住，每个国家都有好有坏，有其独特的风土人情。所以我的视频里面尽量会给大家去还原真实的生活。那即使是这样，我也希望大家能走出去，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只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要平视着去看，要一直挺直腰板，心态放松的笑看世界。那么目前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啦，拜。就这个港独影帝黄秋生，他在这个 ins 上直接就给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红留言啊，说土包就是土包，只会去穷区，谁叫你坐这条线的呀？不是，对，中国的这个网友实在是不明白，说这个地铁还分穷区富区吗？这地铁不是穿城而过的吗？然后这个网友就说这不对呀，我那个坐的一趟地铁是穿越了好多金融区啊，怎么也不能叫穷区啊。然后这个事儿在中国的网络上一放出来，中国的网友
一看，我说黄秋生这是为了维护英国啊，他不现在在台湾呢吗？那怎么维护英国干嘛？于是中国网友就开始扒了，这一扒才知道，原来黄秋生是个五行缺爹的货呀。大家都知道黄秋生有一个英国的白皮爹啊，可是呢，大伙不太了解的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是英国驻香港的官员与广东籍的女佣的私生子，4岁就被生父抛弃在香港的底层长大，少年时期因为混血被华人的邻里称作番鬼仔，遭受排挤。等到中年远赴英国寻根，又被父系家族视作外来的东方人所以呢，他英国也待不下去，香港也待不下去，只好去台湾吃台族这碗饭去了。黄秋生为了维护英国，怒怼 B 站 UP 主，命里缺爹的他一生执着于抛弃他的英国父亲。2026年8月，针对一名女英国主发布关于伦敦地铁卫生状况的视频，黄秋生在评论区发表了争议言论。他不仅嘲讽博主为土包子，还就 Great Britain 的翻译问题提出纠正，称 Great 意为好而非大。这一行为引发了网友对其双重标准的批评，指出其作为华人却极力维护英国形象，甚至被质疑英语能力与其言论不符。身世背景与身份认同，黄秋生确为中央混血，其父亲是英国人。据公开资料记载，在他4岁时，父亲便离开并抛弃了母子2人，黄秋生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然而，他在成年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祖宗是英国人或欧洲人，试图以此构建特殊的身份认同。这种对抛弃自己的血缘父亲的执着推崇，与其成长经历形成强烈反差，导致许多观众认为其缺乏对养育之恩的感恩，进而引发舆论反感。职业生涯影响，由于近年来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争议表态，以及2019年后的相关历程问题，黄秋生的演艺事业受到显著影响。他在台湾市场的通告被切断，内地市场也对其冷处理。即便返回香港发展，资本方也因顾虑其负面舆论而减少合作。其参演的电影项目票房表现不佳，行业地位大不如前，成为娱乐圈中因三观和立场问题导致事业受阻的典型案例。事件最新后续，黄秋生删评关评，被博主有理有据回怼后，黄秋生迅速删除了2条争议评论，随后直接关闭了个人社交账号的评论区，试图平息舆论发酵，但相关截图已被大量网友留存传播。事件更上多个平台热搜榜。目前黄秋生几乎无正规影视邀约，长期租住在简陋小屋，债务缠身，近年重心转向绘画，计划赴日本举辦個人畫展，徹底淡出主流演藝圈。當你見到側邊啲人行路駝背嘅時候，或者喺個地下度爬緊嘅時候，原來你仲可以喺即係個，我仲係一個人類直立行走，咁呢一個係一個驕傲嚟嘅，呢個係一個時代嘅創傷，冇人可以幫你療得到嘅，自己向前行，最緊要唔好拗傷口。我好怕見到而家好多人喺度拗傷口，圍爐拗。我就喺度咧，就停留咗喺個好似結界咁樣，跟住就圍住一班人就喺度咁咿吟吟咁樣，有咩仲好吟啫？向前行啦！這是黃秋生最近接受的採訪，600萬香港人個個都活得越來越好，就他一個當年的如日中天的香港影帝是混得越來越拉胯。他不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還覺得自己是特立獨行的清醒人了，所以這就是心理上的病態了。哭訴被港眷虧欠，遭遇不公待遇，全網賣慘的黃秋生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同情。8月1日，聯合早報發布專訪內容，瞬間引發全網熱議。老牌港星黃秋生公開控訴香港電影圈，直言自己早已徹底厭惡這個行業。他聲稱多年來在圈內飽受不公平對待，最後更是撂下一句狠話：香港電影圈再也不值得我付出任何東西。
这篇报道很巧妙，只截取了他委屈失意的一面，刻意放大他被行业辜负的人设，通篇只塑造资深戏骨被埋没、被亏待的悲情形象，却只字不提他过往所有争议言行。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瞬间被带偏节奏，纷纷替他鸣不平，感慨港圈凉薄，埋没人才。但真相永远不会被片面报道掩盖。看懂他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你就会彻底明白，他如今无戏可拍，彻底淡出荧幕，被行业彻底抛弃的处境，根本不是行业不公，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你觉得一个触碰底线的艺人配得上行业包容吗？很多人只记得他影帝的光环，记得他演技精湛，戏路宽广，却早已遗忘他一次次突破底线，伤害家国情感的恶劣行径。真正让他彻底断送演艺前路的，从来不是港圈的排挤，而是他自己一次次错误的选择。时间回到2019年香港风波期间，这也是他最无法洗白的黑点。彼时的黄秋生不顾社会大局，不顾民众安危，公然公开站队激进示威者。他多次公开发表扭曲言论，为暴力违法行为强行洗白，寻找说辞。不仅动口煽动对立，他还多次出席相关非法集会，用偏激言语撕裂社会共识，加剧两地民众矛盾。他的种种行为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稳定，深深伤害了内地民众的家国情怀。风波过后，他依旧不知悔改，长期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发声，不断歪曲事实，抹黑香港，抹黑内地，持续散播负面言论，持续制造对立。不只是立场问题，黄秋生的民族认知和身份认同一直都极其暧昧扭曲。因有中英混血背景的他，多年来频繁发表摇摆不定的历史言论，刻意扭曲历史事实。他屡次发表撕裂族群的不当发言，刻意制造对立矛盾，涉及国家和民族的表述全程消极模糊，毫无底线。最让人反感的是，他常年带着偏见抹黑内地，刻意制造两岸三地的对立氛围。不管是外网采访还是公开访谈，他总喜欢抓住个别片面个案无限放大，恶意抹黑内地社会环境和影视行业生态，长期散播各版负面印象，挑拨两地民众情绪，消耗大众好感。说白了，他不是被行业辜负，是亲手耗尽了所有路人缘和行业包容。娱乐圈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演技再好，资历再深，一旦触碰家国底线，就注定没有立足之地。行业抛弃的从来不是有实力的演员，而是没有底线、三观不正的艺人。如今他反过来卖惨诉苦，抱怨自己遭遇不公，被行业冷落，从头到尾都没有半点自我反思。他只看见自己无戏可拍的落魄，却看不见自己一次次突破底线的恶行。他只计较自己的得失利益，却从来不反省自己对社会、对大众造成的伤害。很多人惋惜他的演技，觉得可惜了一副好天赋。但我们必须清楚，艺德永远先于演技，有才无德终究走不长远。演技可以征服观众，但底线和人品才能决定一个艺人能走多远。香港电影圈之所以不再用它，不是打压人才，是坚守底线。任何触碰家国底线、刻意制造对立、抹黑国家的艺人都不配得到市场的包容，更不配已有大众的掌声。如今的落魄和失意，是他早就该承受的结局。路都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福报都是自己一点点消耗的。早知今日落魄收场，当初就不该肆意妄为，突破底线。没有谁亏欠他，是他亲手堵死了自己的所有出路。所谓的行业不公，不过是败者的自我感动和强行卖惨罢了。对于黄秋生此番卖惨诉苦，你觉得他值得被同情吗？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被中国的网友现在呢又把黄秋生给骂翻了。黄秋生把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的评论全关了，2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